反祖国人小队喊了一声厉，士兵男孩的胸口激光炮也太恐怖了。我是瓜皮儿，黑袍纠察队第3季前景提要。男孩们前往了俄罗斯寻找所谓的 BCL 红，传言这把武器杀死了士兵男孩，换个角度想，也可能对祖国人产生威胁。为了寻到此物，布切尔和休伊分别变成了瞪眼侠和光腚侠，借助临时5号的短暂药效找到了 BCL 红，却发现这武器竟是士兵男孩本孩之改造版本。他为了逃离实验室，一炮重伤了西梅子。法兰奇的担忧，母乳的愤恨，休伊的堕落，男孩们面临着分崩离析啊。同时，阿祖妙计夺权，逼艾德加退位，他反手坐上沃特的龙椅，登基为新帝。身边2个大太监艾什利和深海，那可是阿祖最忠实的朋友，说一不二的听话呀。前者更是成为了沃特的 CEO， 说白了，只是阿祖的代言人。阿祖虽然强大，却没有管理经验，沃特还是得盈利的。艾德加退位后，股票大跌，能当上董事会的人，哪个不是眼观六路的角色呀？阿祖这人可惹不起啊，能同流合污，那绝对不会招惹是非的。给皇帝捧开心了，自己的生活也能好过呀。为此踩脚艾德加，那又何妨呢？可惜当中有个老实人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呀，强调公司的业绩下滑严重。想知道阿祖有没有解决办法？那祖国人能知道吗？不回答岂不是露怯了？阿祖直接施展偷天换日，把询问变成质疑。你在教我做事？没有人比我更懂沃特。2句话让董事会为他吓尿了一地，再没有人敢跟阿祖说话了。不过这倒是提醒了阿祖，自己得学会经营公司才行啊，肯定不能让艾德加看自己笑话，不是吗？申公公也被大大的提拔，拿下了犯罪科的绝对掌控权。以后沃特任何抓捕行动、打击罪犯、现场调查等工作，那都得看申公公脸色才能办呢。妥妥一个衙门老大和艾什利一文一武，竭力辅佐阿祖皇帝啊。深海升了官，那还得是个妻管严呢，各种官话也都是妻子写的稿，深海只需要照着读照着办就行了，不费脑细胞就当上了大官，这就是舔阿祖的好处。男孩们还在俄罗斯，西梅子仍处于重伤状态。此番来虽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武器，却也在实验室缴获了不少情报。士兵男孩在1984年对外宣布死亡之后，就一直在实验室里被各种研究改造，被折磨了近40年。他不仅表皮刀枪不入，体内也是硬的离谱啊。阿卡47怼着嘴开枪，那都不掉血啊。也因为过度的改造，让士兵男孩整个人散发出了超高的辐射，如同行走的切尔诺贝利啊！母乳一直想弄死这家伙，当年就是这个混蛋害死了他的全家。可布切尔根本不在乎什么士兵男孩，没有杀死阿祖的武器，那就得想别的办法。他士兵男孩自然得有人收拾，用不着男孩们掺和。原本他对莱恩激进的态度就已经让兄弟们不满了，现在又使用了临时5号，成为了男孩们最想灭绝的超人类，甚至没有打算帮自己的家人报仇。母主对他的态度已经转变了，就是一个消耗信任的过程。伯切尔却没有什么顾虑，只要能教训那群超人类，即使自己丧失了人性，那又如何呢？况且他的敌人是阿祖，凡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与之对抗。休伊也在遭受前期的副作用，在布切尔看来，他越来越像过去的自己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回国后，男孩们各奔东西，只有休野还陪在布切尔身边。超音速的死，沃特给运营成了用药过度，可谓是最惨7人组成员，刚开播就下播了。休伊明白安妮的心情，但没敢坦白俄罗斯的事，只是告诉他得到 BCL 红的计划无望了。然而休伊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，没几分钟就坦白了所有事。一是士兵男孩揭棺而起，二是休伊光腚瞬移。安妮这2天接收的情报一个比一个重量级，休伊可太享受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了。罐头自己开，有事自己办呢。假如他是唐老大，那超能力就是 family 呀，合二为一的家人侠，随时进攻宇宙。又似是拿到了现实版风铃月影体验卡呀，开挂了酸爽，那谁用谁知道啊。安妮失去了超音速，休伊也在死亡边缘摩擦。她必须让男友戒掉临时5号，那本就不完善的药物，危险系数太高了。休伊也点头答应了。士兵男孩这边直接偷渡，实验归实验，可智商还在线，回家的路怎么也能记得住。没付之前给的3瓶临时5号都用光了，布切尔又托他拿了几瓶过来。没人能理解布切尔，一个最痛恨超人类的人，却依赖上了超人类的力量，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感觉。布切尔也没解释，也没有必要解释。2个戒酒的人重新举杯，现在唯一能反制祖国人的武器没戏了，复仇的计划又得推翻重来。监控录像根本成不了威胁阿祖的把柄，莱恩又没成长起来，难以父慈子孝。祖国人几乎没有弱点，玉石俱焚，倒霉的也只会是平民百姓。借着酒劲儿，布切尔吐露了一些想法。以往他要对付一个超人类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，现在有了临时5号，解决一个敌人只需要一瞬间。同
统一了起跑线，那谁还需要去拼命追逐呢？归根结底，这还是人类的世界。布切尔用最嚣张、最坦诚的态度征服了梅夫女王，上演了一场神魔恋呢。小妮娜给西梅子安排了最好的病房，这自然不是免费的。女大佬还需要法兰奇来当个杀手，除掉自己的障碍。目标还有一个女儿，小妮娜要求法兰奇不留后患。这种灭绝人性的事儿，法兰奇不想做，但也不敢拒绝啊。他的过去也并不干净，没有必要在小妮娜面前装清高。眼下的好消息是，西梅子苏醒了，她的伤势并没有恢复，可心情却无比兴奋。经过了几番尝试，西梅子确定自己失去了超能力，成为了普通人，就是她最大的梦想。如今愿望成真，再也不用去做别人的武器了。火车头被安妮堵截了，原因是阿祖之前说出卖超音速的就是火车头，然而火车头没有做解释，任由安妮骂他无耻。他的忠诚换来了阿祖的赏识，今天就给他解决掉蓝鹰的事儿。此人打着惩恶扬善的名号，对着黑人重拳出击，关键是还站着打击罪犯的理，舆论并没有对其施压。火车头要求他当众道歉，这事儿也很快促成了。驾着摄像机来到了黑人区，火车头把事情跟哥哥一说，后者略有失望。他想象中的黑人发生根本不是这种逢场作戏，可火车头表示这事儿双赢啊，既道了歉，又给沃特赢了名声。不过事与愿违，蓝鹰的道歉并不诚恳，话里话外无不在暗示自己对肤色的歧视。面对百姓的质疑，他还是那套打击罪犯的说辞，肤色决定是否网开一面这事儿，影射现实了，那属于是。蓝鹰被问急了，直接对百姓动粗。火车头使不出超能力，拦住了他时已经躺了不少百姓，其中就有火车头的哥哥。这场戏里的歧视问题就是当今的现状了，弱者是否就要忍气吞声，强者是否就能为所欲为？当然了，这个争议是存在两面性的，铺开了说指定得被网暴啊。他哥伤得很严重啊，以后肯定是不能站起来了。超人类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推，实则能对脆弱的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，伤及家人。火车头是否会对眼下的遭遇忍气吞声呢？蓝鹰在电视上大放厥词，说自己是在反击那些激进派。比起火车头沉重的心情，楼上的西梅子和法兰奇就乐呆了呀。两人一起听着歌曲，中途还挂了老板的电话。西梅子像之前一样，意识中认为自己可以开口说话了，甚至可以一展歌喉，开心的跟法兰奇唱跳了起来，完成了预告片回收的白金成就啊！而现实是他一口啃了上去，啃破了跟法兰奇相隔的那层薄薄的窗户纸。法兰奇难掩笑容，非要出去透透气儿。回味起刚刚的一幕，他都得乐得灿烂呢。结果小妮娜逮住了他，干活不干就知道泡妞啊！女大佬现在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了。经历40年的折磨，士兵男孩回到了美利坚，背着包像是刚进城的米国队长啊！一切让他又熟悉又陌生，一切也都变得合理合法。只是人们好像根本就不记得他这个过气英雄了。街边传来了毛子曲儿，让士兵来了个应激创伤，回想起了那些年他遭受过的苦难，心态一崩，再也控制不住，爆发了心态一崩啊！母乳这边来接女儿回去，孩子这个后爸典型是个读书读傻了的，不停地播放着阿祖的激励演讲，试图告诉孩子阿祖是个英雄，敢于反抗资本，掀起了不屈服的狂潮。男人只是冰山一角，代表了大多数盲目无知的百姓，他们眼里阿祖就是恶劣超人呢。母主直接反驳了这种观点，表示祖国人就是血的一片呢。不惜当着女儿爆粗也得揭露阿祖。然而一个突发新闻让母祖始料未及，城中一场爆炸造成了19人死亡。母主一眼就认出了画面中的男人，士兵男孩，仇恨再次流进每一根血管。接女儿回去的事也搁置了，他现在要复仇。这个新闻让阿祖一阵耳鸣啊！他是不畏惧任何超人类的，毕竟顶着这个地表最强的称号，但阿祖容忍不了别人谋他的财富。自己刚刚登基，接二连三就冒出各种幺蛾子，在他看来，这摆明是有人要对付自己呀。当安妮建议他出手解决此人时，阿祖的想法是先稳住名声，要让公司的一切照常运作，让百姓不要去恐慌。只要他阿祖坐镇沃特，就没有人敢来纽约造次。所谓反抗资本的阿祖，最终活成了资本。比起自己飞出去寻找罪犯，他更在意公司的业绩。这是董事会让他明白的道理啊！本就对沃特没啥期望，现在祖国人又从商了，安妮只能把注意力放在休伊这边了。接到消息的休伊和布切尔已经在路上了，中情局证书一亮，两人直接进入了现场。这次的毁灭性可远比喜梅子那一下要强悍得多呀！一个胸炮贯穿了整栋楼。此时布切尔就萌生了一个念头 ：BCL 红灭阿祖的计划或许还有希望啊！这事儿纽曼的管理局也参与了。休伊得知他一会儿就到，连忙找了个借口敷衍了同事，还是得离爆头侠越远越好啊！母主也在现场，对布切尔更不满了。正是他们在俄罗斯没有作为，才导致了这场灾难。母主还在埋怨布切尔没帮自己，这次打算自己单干，一个人寻找士兵男孩。布切尔无情又现实的一句话喊醒了他：找到他你也打不过他，除非咱们俩联手啊！恩怨纠葛暂且不提啊。
何不先一起解决眼下的麻烦呢？事后咱们金盆洗手，再不打扰对方，这都是波切尔的老套路了。母乳还就吃这招呢。结合事发地的位置，母乳有了一个推测，识别男孩是来这边找人的。安妮也想帮上忙，便来衙门寻找线索。可自从深海接盘之后，老员工就都被辞退了，只剩一个人做着原本10几个人的工作。原因是那些员工曾发朋友圈谴责阿祖，申公公为了皇上的名声给他们炒了鱿鱼。现在沃特的核心指南就一个字：团队合作。安妮这边帮不上忙了，波切尔3人找来了一个老朋友，大家都叫他传奇，因为资历很老，比马德琳和艾德加管理超级英雄要早得多。士兵男孩就是他那个年代的英雄，这人休逸根本没听过，自然是因为太年轻啊。传奇跟不少人都有着 PY 交易，可以说掌控着沃特不少资料。这人离开了沃特之后，时常为他们提供线索，也就是欠母乳一个人情，否则根本不可能接待布切尔啊。自己这条腿就是被他坑没的，布切尔也没有跟他死乞白赖的扯皮，直接让母乳进入正题。传奇是知道母乳一家遇害的真相，良心这关过不去，也就坦白了。不久前，士兵男孩的确找过他，目的是取走之前的战衣。虽然这些年士兵男孩的战衣被传奇玩过制服，但不说出去谁能知道啊？休逸的脸都扭曲成了问号了。除了拿战衣，士兵男孩还询问了伯爵夫人的住址，具体原因他不知道，但找到伯爵夫人肯定就能等来士兵男孩。得到了线索，众人告退，预感后面可能会跟士兵男孩正面冲突。布切尔拿出了临时5号，他也不强求两兄弟使用，但没有药剂加深，那肯定是送死。如果能制服士兵男孩，那破例一次也就值了。任由他怎么推销，母乳就是不吃这套啊！大家都不像布切尔一样孑然一身，有家人或者有爱人，这都是坚守底线和原则的信念，所以还做不到布切尔那种不择手段。尽管母乳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休逸却打算再用一次。他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能在危险面前帮得上大家的人，而不是那个唯唯诺诺、苟苟藏藏的普希休逸啊！布切尔尊重了他的选择，母乳最终也没妥协。阿祖的专访很快就放出了，他的态度是没人能威胁自己的城市，大家该吃吃该喝喝，不用躲在家里当傅文佩啊。那表情是懂的都懂，我刚上任就频出麻烦，肯定是有人在针对自己，觊觎自己的位置。主持人捧哏似的问他，你说的是埃德加吗？阿祖摊手表示，你说的不是我说的。这种处理方式让不少知情人都无语了，梅福更是无话可说。一个人得自恋到什么程度才会认为一切矛盾都是冲着自己来的？他怀疑阿祖有谋权篡位妄想症啊，而阿祖选择摊牌，他知道梅福和安妮想搞自己，超级嗅觉闻到了布切尔的味儿。梅福不能承认自己跟他有一腿，试图找借口忽悠过去，但打光的师傅已经给了答案了。今天的阿祖是没打算善了的，梅福是他前女友之一，一起登顶也一起跌落，阿祖又怎么看不出梅福是在撒谎呢？对于他现在的变化很不理解，眼神里看似是对真相的渴望，实则是在考量如何处理真相。梅福也不装了，说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爱过阿祖，那些情感是出于痛恨或者是出于同情，总之没把阿祖放在心里啊。阿祖又变态又无辜的表情可太经典了。他有个小秘密要告诉梅福啊。梅福一失联，安妮第一个不服，他硬闯进了艾什利的办公室讨要说法。大太监又怎么敢忤逆皇帝的主意呢？当即表示梅福出了点问题，现在在疗养院治病呢，表情里写满了理所当然，同时拒绝了安妮要见他的请求。昨天是超音速，今天是梅福，明天指不定就是你艾什利啊。安妮的话没点名，但全部都在暗示阿祖疯了呀。大太监全当没听见，我们的皇上是不可能对洒家动手的。但艾什利也感到害怕呀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本想透露一二，可突然大变，仿佛是受到了生命威胁一样，赶走了安妮。另一边，伯爵夫人开启了直播，是付费的那种啊。过气女英雄现状曝光，为挣钱就干起了付费直播呀。年迈女明星私下连麦粉丝送福利，网友表示必须严惩啊！直播间突发变故，过去女英雄连连惨叫，视频另一边的粉丝急红了脸。波切尔轻轻松松拿下了伯爵夫人，这货要是不能戒印，那超能力等于作废啊！母主要当那个慈善家，得让诱饵知道自己为何被捕啊！因为你的老情人士兵男孩揭棺而起了。没想到伯爵夫人懂得挺多呀，知道他被关在俄罗斯，那就明了了呀。士兵男孩的事跟他脱不了关系。女人迫切要逃命，但就是不想说出理由。伯切尔压根不管他求饶，原本的目标就是士兵男孩。哥仨在门外守着的时候，安妮来了，是母乳叫来了他，想多一手防备和援军。这反而打破了休逸的计划，不得已拉到一边单独聊聊。一个光腚闪现，坦白自己再次使用了临时5号，他只想在对抗士兵男孩的过程中起到作用，不能总让女朋友保护自己，也该拥有保护安妮的能力了。可惜休逸不懂，安妮要的不是保护，而是陪伴，这一点得去跟法兰奇进修一下呀。
波切尔这边辐射毒数飙升，他们知道士兵男孩来了，可还没来得及准备，母乳就四肢一软。波切尔在他的水里下了安眠药，因为接下来他要做的事绝对不会被兄弟原谅，只能出此下策保母乳一命。他仍是那个不择手段的屠夫。士兵男孩来了，波切尔直接通知他伯爵夫人就在里面，别问啊，问就是示好啊。两人有着类似的目的，不妨团队合作一下。士兵男孩见到了伯爵夫人，他还是年轻的像个史蒂夫啊，可惜啊，女友早就老成佩姬了。士兵男孩自然明白是队友出卖了自己，只是好奇俄罗斯出了多少钱呢？结果从伯爵夫人嘴里得知，压根就没给钱，白嫖的。他一下子心就寒了。这40年来一直挂念着伯爵夫人，幻想着有朝一日女友会来拯救自己。有了这个信念，他才能忍受住这么多次的实验。自己硬是扛了个大敌，结果女友告诉他，咱就是玩玩，别太当真，压根没人爱你啊！别说封闭了40年了，就是封闭4万年呢，心态也崩了。随即士兵男孩使出了一招心态一崩，巨大的爆炸让修义他们察觉到了麻烦，可赶回去的时候，伯爵夫人已经火化了呀。看着昏睡的母乳，安妮一下就明白了，这波切尔从头到尾就没打算跟士兵男孩死磕。随即士兵男孩从残骸中走了出来，安妮本能地进入了战斗状态，结果修义挡在了他面前，有着保护安妮不受伤害的念头，也有着理解波切尔不择手段复仇的想法。种种因素下，修义站在了波切尔这边。现在能杀死祖国人的只有士兵男孩。虽然成立这个反阿族小队的代价是良心被狗吃了，但是眼下却是唯一的办法，唯一能保护安妮不受祖国人伤害的办法。最终反阿族小队含泪成立，牺牲了2样东西，友情和爱情。我还是上期结尾的看法，超音速死得太不正常了，火车头人设必将迎来反转。要说阿祖在马德琳和艾德加这学会了什么，那就是公关处理一切的事物啊。超级英雄的标签已然变成了超级领导，别人的心态崩了那就是崩了，士兵男孩的心态崩了那就是真的崩了呀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